每个人都想成为富人，想实现这个愿望呢，唯一的途径就是不断的购入优质资产，并由资产为自己带来不断的现金流。当资产产生的现金流超过了我们的生活所需开支，我们就实现了财务自由。那么目前市场上可以买入的资产到底有哪些呢？都各有什么优缺点？我们应该如何选择才更适合自己呢？相信看完本期节目，你会有更清晰的认识。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投研社，我是社长老韭菜。本频道专注于投资研究分享，希望能帮助更多的朋友少走弯路，提升回报。感谢大家点赞关注支持我们。资产众多，社长呢就挑选了最为常见，普通人呢也能够碰得到的几种来详细说一说。黄金自古以来呢就是稀有珍贵、极其被人看重的贵金属之一，因为它不仅呢是用于储备和投资的特殊通货，同时呢又是首饰业、电子业、现代通讯、航天航空业等部门的重要材料。由于在地球上的黄金的总量是有限的，这也使黄金有了一定的稀缺性。每当通货膨胀来临，它总是被富人们当作抵御经济衰退的法宝。但是投资黄金的收益较低，数据显示黄金的长期年化回报扣除通胀呢只有0.7%，非常的少。那巴菲特呢就不看好黄金，认为黄金没有孑息能力，也就是不产生利息，不能生出小黄金。买黄金的主要作用呢就是为了对冲风险，它提供的仅是一种避险能力。此外呢，投资黄金的成本很高。首先金条的价格很贵，如果有存储需要，还得加上存储费，以及保存不当呢，还会产生磨损的费用。此外呢，买黄金还要看纯度，而对于我们普通的投资者而言呢，是很难对其纯度进行检测的，所以还要加上一些鉴定的费用。最后，实体黄金想卖出非常麻烦，很多银行只收自己家的金条，而且还要收取点差费用等等，那无形当中呢，又增加了持有的成本。所以在当今的时代呢，对大部分人而言，如果非常感兴趣黄金类的资产，相比之下，选择以实体黄金为依托的 ETF 基金呢，可能更佳。这里就不做重点，所以我们也就不展开了。以后有机会可以再展开的来聊一聊。其二呢是房地产，房地产是华人最喜欢的资产之一，它的收入来源可以是租金，也可以是资本的增值，就是我们俗称的房价涨了。同时呢，房地产也可以作为金融工具，低息抵押贷款，借出来的钱呢，还可以再次投入到下一套的房产或者是其他类型的资产之中，再次创造收益。这样呢，就产生了财富的叠加效应，也就是投一笔钱可以有效的重复利用，多次放大财富的增值，加速财富的积累。那房地产呢，是我们普通人最容易理解的一种资产了。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只要在做购买决策的时候拿到好的价格，之后的5到10年呢，基本是不用对这种资产呢做太多的维护的，不用像股票一样时时刻刻要关注盘面的变化，对于缺乏时间的人特别友好。但是对于普通人而言呢，买房子不是资产，而是负债。我们普通人即使贷款能买得起多少套房子呢？我想大概率就是1套，而且是刚需自住房。注意，这时房子就不是资产了，而是一种负债，因为自住房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回报，但是你每个月呢却要为它支付大量的开支，你要装修，你要买家具，你要用水电煤，最重要的是即使房价上升了，你不可能把这个房子卖掉然后去睡大街，所以这个所谓的房地产投资带给你的回报呢是很低的。第二呢，投资房地产门槛非常高，房子的价格我们都知道，大城市基础建设非常好，那么人口也很多，所以房价非常高。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呢，成本就非常大了，可能超出了我们可用的资金范围。而小城市呢，由于自身基础设施差、经济薄弱、交通不完善等弊端呢，人口都在不断的流失，这样的房子又有什么投资价值呢？所以投资房地产的门槛是非常高的，资金加价值判断缺一不可，普通人是不具备这样能力的。第三呢，是投资房地产的流动性很差。房地产属于固定资产，具有不可移动性，其买卖存在区域的特性。如果急需变卖房地产的时候，但又不容易找到有需求的买家，那么卖家呢，可能不得不大幅的降低价格来吸引买家。所以投资于房地产的资金流动性很差，不易变现。第三，公司，也就是一门生意了。几乎所有的富人呢，都是通过他们的公司赚钱，因为他们知道像普通人一样，每个月上班领薪水是不能够变富的。那当今的社会呢，经营企业是成为有钱人的最主流的方式了，因为整个社会呢，人类活动真正创造财富的核心方式就是经营运作企业。为什么呢？其实最主要的是因为他们承担了风险，采购原材料、租赁办公楼、置办固定资产，这些生产之前的费用全部都由企业家来掏，生产完成
顺利的销售盈利之后呢，获得的收入先要给国家纳税，再给员工发工资，然后继续购买原材料，扩大生产，最后如果有剩余呢，才是企业家的。因为有了前面的付出，最后才有收获，整个投资的环节自然是企业家承担了最大的风险。所以企业家的富有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应当鼓励和保护。所以对于普通人而言，不推荐通过开公司或者做生意来获取收益。因为第一普通人的试错成本太高，对于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讲，一年工作下来攒个几万块钱是不容易的。再加上大多数人呢，还要每个月有固定的支出，如房贷、车贷、孩子的教育费用、老人的赡养费用等等，经济压力非常大。而如今呢，做点实体之类的小生意，一下子就要投进去好几万，甚至十几20万。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面临的情况就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但是这个世界上哪有一本万利的事情呢？事实上，很多做生意的人最后亏本占绝大多数，所以亏不起成为了很多人跨不过去的障碍。第二，不是每个人呢都适合开公司，受到了性格、执行力、行业知识储备等因素的影响。虽然世界上有70亿人，但是适合创业当老板的人只能是少数，因为创业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而且在创业过程当中呢，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如果你没有强大的承压能力，那确实不适合做生意，这是公认的事实。此外，普通人眼界有限，很少能有前瞻性看到商机，所以当下的生意呢，普遍难做，各行各业的竞争呢，都达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在这样的市场行情下，贸然投入做生意，承担了高风险，但回报并不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第四呢，是知识产权。这里的知识产权是广义上的，主要包括了专利、版权、商标、知识付费等等。很多人可能觉得我们普通人接触这些的机会非常少，比如仅只有发明创造等等才会产生价值，这很难。但其实上并不是，比如说喜欢音乐的人投入时间和精力，将一些头脑中闪现的旋律变成歌曲；喜欢写日记的人逐步的在着手投入做一些长一点的内容，比如故事、小说，或者是把自己所在领域的一些知识技巧编辑成书。喜欢拍照的人呢，将自己亲临的一些美好的场景通过镜头记录下来，有体系的投稿并发表在某些平台上等等。这些在自己专业或者兴趣领域不断投入时间和精力打造出来的作品，也是个人资产。因为这些作品一旦获得认可，便可以不断的产生收入，且不需要更多的时间呢来做维护。那随着你个人的知名度的提高，产品呢它的收益也会越来越高。当然，此类资产对于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呢，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呢，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是不是有自己非常热爱并且能够不断钻研并产出的能力。因为要知道，这些时间精力上的投入产出的作品能不能被市场广泛接受是个未知数。第五，加密货币。自从2009年比特币问世以来截至2021年12月31日，加密货币行业的估计市值呢，已经达到了2.79万亿美元。10几年的发展，市场对于加密货币表现出来越来越大的兴趣，加密货币呢也越来越多的被认可和接受，成为投资者们投资组合当中常见的一部分。那目前呢，加密货币的价格走势属于短期内波动剧烈，长期来看呢，持续上涨的走势。特别是老牌的加密货币比特币和以太币已经成为了币圈中相对成熟的投资币种。那么加密货币的优势在于呢，作为区块链上的项目，加密货币拥有全球去中心化和隐匿性的全球化，加大了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交易往来，而且加密货币的交易呢，也不会受到地域位置的限制。比如说当前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不断，很多时候呢，我们的个人资产除了贬值，有时还会成为国家相互经济制裁下的牺牲品。而加密货币的去中心化和匿名化，就能让它成为很多人，特别是富人，作为保护自己资产的重要投资选择。但对于普通人而言，加密货币的投资还存在认知以及实际操作上的诸多问题，甚至呢，对于加密货币而言，由于没有一般等价物的支撑，它是不是能够认定为资产，它的前途怎么样，都还需要时间的检验。第六，保险。很多人没想到保险也属于资产。在我们的普遍认知里，保险就是一种看跌的期权，如果不理赔呢，就算不上资产了。然而他们往往忽略了近年来逐步兴起的投资型的保险。什么是投资型的保险呢？其实实质上就是属于长期资金规划的险种。和之前说的保障型的保险不一样，投资型的保险呢，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可以稳定的增值，长期拿在手上呢，收益会跟着时间一起上涨。那投资型的保险主要分为2种，年金险和增额终身寿。那年金险呢，就是前期定期给保险公司缴纳保费，到了保险约定的时间呢，保险公司就会一笔一笔的返还给你。那返多少，什么时候返钱，都是签保险合同的时候你自己来
约定和确定的。那增额终身寿险呢，本质上是寿险，同样保证了身故和全残。不同的是，增额终身寿险活着也可以领钱，因为增额终身寿险都有灵活的减保或者保单贷款的功能，在保障中途呢，可以通过减保领取部分的现金价值，或者通过保单贷出一部分现金价值。那这些钱呢，同样可以随意的去使用。至于领多少钱，什么时候开始领，都是可以自己来安排确认的。对于富人来说投资保险是他们非常喜欢的。李嘉诚就曾经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别人都说我很富有，拥有很多的财富，其实真正属于我个人财富的是给自己和亲人买了充足的人寿保险。我们李家每出生一个孩子，我都会给他购买1亿元的人身保险，这样能确保我们李家世世代代从出生开始就是亿万富翁。而对于普通人而言呢，投资保险的保费是比较贵的，而且需要长期的缴纳。如果没有较高的收入，那对普通人来说呢，这种投资型的保险还是会造成比较大的经济压力的。第7呢是有价证券。有价证券包含了债券、基金、股票等可用于交易的凭证。我们一起来简单的看一下。首先呢是债券，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银行，为了向社会上的投资者募集资金，他们都可以发行债券。作为一种金融的契约，政府、金融机构或者企业向投资者承诺的在指定日期偿还本息。那因为债券呢往往有着政府或者知名的大公司的背书，所以它的安全性非常的高。不过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投资的风险和收益永远是成正比的。债券的利息通常是事先确定的，而且都不会很高，一般在3%左右。购买一定比例的债券，在投资组合里呢，是用作平衡风险的重要手段。再来看一下股票股票呢是股份公司所有权的一部分，也是发行的所有权凭证，是股份公司为筹集资金而发行给各个股东作为持股的凭证，并借以呢取得股息和红利的一种有价证券。也就是说，当我们购买了一个公司的股票，就成为了这个公司的股东，而我们购买股票的钱呢，会被投入公司的发展和运营当中，然后我们凭手中的股票享受公司盈利后的股息和分红。那除了获得股息和分红之外呢，持有股票的增值部分是更具有吸引力的部分，比如在价格较低的时候买入，在价格较高的时候卖出，而其中差价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更高的收益了。那股票的走势呢，往往是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决定的，除了市场的情绪、行业发展的前景、公司管理层等等，国家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政治政策都能够影响到股票的走势。从长期来看呢，股票收益在8%到14%的资产，是种高风险高收益的资产。最后呢是基金。通俗来讲呢，基金是一篮子不同的股票。我们如果对一个行业板块感兴趣，就可以直接购买这个板块的基金，一次性投资多家业内的公司。拿一个比较热门的指数基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比如标普500的指数基金。那这支基金呢，追踪了500只最大的美国股票，例如苹果、Meta、亚马逊和谷歌的母公司等等。那基金内部的股票多样性呢，使得不同的股票之间风险和收益相互平衡，最终实现了一个风险和收益都相对比较适中的投资回报。从数据上来看呢，指数基金往往收益表现比较优异。在过去的90年当中，指数基金的平均收益率做到了9.8%。指数基金的风险和回报率呢，低于股票，高于债券。加上基金的背后呢，都是由基金经理在操作的。只要前期选好了板块和基金经理，那后期呢，做好定投的情况下，基金投资就能像操作类似于定期储蓄一样，但收益却较高的投资方式。为什么说有价证券是最适合普通人投资的一种资产呢？原因有以下几个点。第一，门槛比较低。很多普通人都觉得投资是有很多钱才可以能够开始做的事儿，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有价证券就是在这方面给出了很好的答案，因为买股票或者基金的门槛其实很低，有的甚至10元就可以开始投了。对于一般人来说呢，这当然比买房子或者自己开公司更容易承担。第二，获利方式很多。很多人在股票市场中只能想到一种获利的行情，那就是上涨。其实不然，不管股市是上涨、下跌还是震荡，我们都能从中获利。这可比自己开公司好多了，否则你只能期待自己公司蒸蒸日上。但是在股票市场上，任何行情都无关紧要，因为我们有可以从任何行情中获利的策略。比如当市场下跌的时候，我们可以卖空股票，通过这一操作呢，你就可以使得自己处在一个通过股价下跌来获利的立场上。第三，灵活性强。上班也好，创业做生意也好，总是得看人的眼色，被逼着和不喜欢的人打交道，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内心煎熬无比。对于那些性格内向的人呢，更是如此。而投资有价证券作为最典型的一种自由职业，只需要一杯茶、一台电脑、一根网线和一个交易软件，
需要面对的仅仅是一个市场，简简单单，谁也不用求，谁也不用怕。如果你懂得了如何交易，你就拥有了自由支配自己时间的权利，随心所欲，在自己喜欢的地方生活和工作，不用看老板的脸色，不用和矫情的同事假装笑脸，从各种日常的繁琐当中解放出来。只要你想，你可以对任何人都不予理睬。第四，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效应。有价证券呢是有风险的，所以投资它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靠运气再赚到的钱总是极少数的，所以为了赚到钱，我们会在投资过程中慢慢的改变自己，诸如勤奋、好学、自律、敏感这些优点，我们在投资的过程当中都需要慢慢的培养出来。比如想做好有价证券的投资，你必须持之以恒的接受新的信息，学习新的知识，对新思想、新理念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磨练出强大的意志力，对抗恐惧、贪婪以及因失败而产生的痛苦，清晰地洞察人性和群体心理等等。当你最终成为一个可以长期稳定盈利的优秀投资者，你会发现你获得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更加完美的自己。以上呢就是关于有价证券最合适大众的一些原因了。当然，在有价证券当中，具体关于股票、基金、债券的内容呢，其实还有很多。那这期呢就不展开来讲了，后面的内容中呢，我们有机会可以着重的来详细的做介绍。好了，做个总结。看到这里啊，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对各类资产有了清晰的认识，也知道了比较适合自己的方向。其实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呢，资金规模有限，又想要一些稳定亦或是超额的收益，那么在选择资产的情况下，有价证券是属于相对比较轻、比较灵活的选择。但无论哪种，都还是要根据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和对收益的预期要求来做选择，不要人云亦云。我们常常需要问自己这么几个问题：我的风险承受能力如何？能承受波动的限度在哪里？投资的时间周期多长是合适的？想要达到如何的收益水平？我的基础知识是不是足够？有没有足够的时间投入到自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去？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清晰回答自己的问题。那后面的节目中呢，我们也会展开对于自身情况的分析，了解一些比较常见的、较为合理的分配方式以及资产的具体选择。好了，感谢大家对本期节目的支持，我们下期见。